今天去干嘛呀？我们今天去厦门国际赛车场，然后因为最近很喜欢开赛车，然后开话语的时候，在厦门有几个很好的朋友，他们都是赛车手，所以他们就经常会叫我开车。他们那儿就有一个房车的比赛，因为我平时一般在那儿开都是开 F4，就是方程式，但他们正好有个房车比赛，所以因为我对房车不是很了解，所以我最近每天像收工早我都会去练习。今天也是赛道日练习的一天。现在摆弄啥东西啊？这些都是 GoPro 啊，看不出来，就是显而易见了。是为了开赛车准备的吗？对，等一下，等到了那儿，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赛车手他的所有的装备，包括这种 GoPro 也是他的装备。这个 GoPro 呢，它厉害的点就是它可以这样取下来，然后它就很小，然后可以戴到头盔上面，就可以实时的记录你每一场的练习，或者是你每一场比赛。开卡丁车也可以，这个很方便。这个日常也行，感觉这个 GoPro 真的很方便。日常拍 Vlog 呀，或者是竞技运动啊什么的，这个真的超好，而且还防水。要开赛车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下雨天，因为像开赛车，下雨天在赛道上面开就会很容易打滑。哎，这个就普及到一些专业的知识了，就让我给大家卖弄。又被他撞到了。开赛车的时候为什么会怕雨天？因为赛车它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它的抓地力，就比如说车，它4个轮子，它的那个抓地力越好，这个赛车就会更好驾驶，它的速度就会更快。但是如果雨天下了雨之后，赛道就会很湿滑，然后你的轮子就会没有抓地力，它也温度上不来，然后它也没有抓地力，所以它就很容易发现那种，就是这种开着开着就滑呀，你转弯的时候它就直接滑出去了，因为它抱不住地面，就是没有抓地力。但这个时候呢，一般的车手，雨天也是可以开的，他们会做一个选择叫做更换雨胎，因为一般的像这种天气好、速度最快的轮胎叫光头胎，光头胎就是它那个轮胎就很光滑，看着就像个光头一样很平整。这种轮胎呢，就是它的抓地力，这样就是它的温度上来了以后，它的抓地力会非常的强，然后速度会非常的快。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只要一遇到雨，或者是那个地面很湿滑的时候，它这个轮胎就没有任何的抓地力，就是你轻轻的这样一拐方向，它就会车就会滑出去。然后这个时候就有雨胎这个东西，雨胎这个东西就是专门为雨天做准备的，就是它那个轮胎上面会有很多的纹路，就那种凸出来的和凹进去的，它就可以在赛车行驶的时候，它可以就是排水。就那个轮胎地面上的水会被它卷起来，然后经过那个轮胎会全部给排出去。那个雨胎呢，它就会有一定的抓地力，但雨胎它肯定是没有，所以在开赛车的时候，大家很讨厌就是会下雨就会赛道的抓地力会变差，然后那个也很容易出现那种赛道上的交通状况，就是比如说开快的时候，然后刹车的时候发现刹不住啊，或者是很容易就侧滑了呀。然后撞到墙上去啊，这种情况都很容易发生。所以一般的话就是晴天的时候是最好的，而且冬天也不好，因为像我们开赛车呢，最重要的都是轮胎的温度。就比如说我现在去开赛车，我一般先把赛车开到赛道上去，我不会立马去开得很快，因为这个时候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就是那个轮胎没有抓地力。没有抓地力呢，第一方面是因为它胎温没问题，就是轮胎它的温度不够，温度不够它就很容易侧滑，它不会有抓地力。所以一般的车手在上场的前2圈在赛道里面行驶，他会做一个东西叫暖胎圈。暖胎圈就是你先保持一个车子不是那么激进的一个驾驶，让它的轮胎温慢慢的给提上来之后，你的车子轮子有了抓地力以后，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激进驾驶，这个时候就它会有很强的抓地力。所以冬天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气候。虽然我很喜欢冬天，但是冬天呢，因为它的气温太低了，就比如说像北京的冬天可能零下10几度，就完全就是开不了赛车，因为轮胎怎么暖胎怎么弄，它的那个轮胎的温度都起不来。只要轮胎的温度起不来的话，对于一个赛车手在赛道上是非常危险，就开赛车都不危险，因为你很容易侧滑，出现赛道事故，就会很多危险的因素存在。所以一般像天气很冷的时候，一般的人是不会去开赛车。
像冬天，一般人冬天都不太出门，就路上开的车都很容易滑，就别说是赛车。所以开赛车的话，一定要选一个天气很好的日子。说到这个就很奇怪，我第一天去厦门赛道的时候，我是第一天去玩，第一天去练的时候，当时就下的是大暴雨，然后我人生中，因为当时下了大暴雨之后，到了之后雨也停了嘛，但是那个赛道很滑很湿，然后我人生中的第一节赛道课就用的是开的方程式，然后开得很慢，然后我记得我第二次的时候，我去开那个方程式的时候，那天天气很好，天气特别好，然后就撞到墙上去了，然后还赔钱。一起来回顾一下。啊？怎么回事？技术不到位，上墙就会但是自从第二次撞了以后，之后就再也没有撞过了，因为都开得很小心翼翼，就很害怕又撞了要赔钱，赔钱好贵。他们这种就叫车损，就尽量开比赛不要出现车损。我还是比较喜欢开方程式，因为方程式开着比较刺激一点。但是像房车的话，它因为像我过2天要参加的那个比赛，它可能有10几台车一起场竞技，但它那个车的速度可能没有那么快，因为它是比较低级别组别的那种房车，就它可能速度不会很快，但是很多车再好，其实也还挺危险的。所以我因为心里面没底，还是得去多多练习一下，就怕发车的时候车子熄火了，或者是发车的时候慢了呀什么的，所以今天还是得去好好的再练习，练完之后应该就没有问题，至少不会垫底，不然也对不起我这几个月的辛苦每天来练，收工就来练的这个辛苦这么一个付出。所以我觉得最后一名应该是中上，算了，先不要给自己立 flag， 不然到时候打脸。保持一个谦虚的状态，学习，重在参与。又到了这个熟悉的地方 ，Let's go now。赛车里的装备这么大一箱，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到时候比赛用的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名字叫奇达。我的代号，神秘代号 ZZZZY。没事，这样完美 ，perfect。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赛车手，他的一身的装备都需要什么？鞋子、手套，但这个手套不是我的，我自己订的手套还没有到。头套，这个头套的作用呢，一般就是戴头上，然后你要把你的刘海啊什么的给弄上去，因为你开赛车。很热的话，这个刘海如果到处飞，然后滴汗的话，就会影响你的驾驶，所以这个头套也是很有必要的。然后是一件打底的一个赛车衣，防火的，然后还可以吸汗啊什么的，穿在赛车服里面。下面就是我的赛车服，我的恐龙赛车服，这是我订了很久才做好的。恐龙有很多恐龙的元素。这是我自己设计的，要不然就快，要不然就回家，这个意思。对自己挺狠啊！还有后面是我的数字，25号，赛车服。这个东西叫 Hans， 这个 Hans 的作用是什么？一般开赛车，因为我们赛车跟普通的家用车不一样，家用车不就是一个这样的安全带吗？但我们开赛车呢是4点式安全带，就是它会系四根安全带。所以一般这个东西汉斯它的作用是很大的，它是为保护车手的脖子，它会让那个安全带从这里扣下去，然后这上面拉上来，然后你在车上的状态就是你的头是这样前动放动不了的。就比如说你开赛车的时候，
你出现了赛道状况，比如说你撞了或者怎么着的，你整个人的脖子是不会动的，它会保护你的脖子保持在一个角度动不了，卡住，然后你的脖子就会很安全，就不会受伤。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是保护车手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 HANS。然后这是我的头盔，然后也是恐龙类，也是我自己去找人喷涂的。然后这里有我的名字，然后这里有个基座，像这个基座呢，它就是用来放我刚刚说的那个 GoPro， 可以卡在上面，可以帮你记录。然后像这边的线，这个线呢就是车队的 radio， 就比如说在那个赛车上面，它会有线接到这上面。然后像在这里面，它有个麦克风，就是你按车上的按键是可以跟车下的就是你的教练什么的在车上实时对话，就比如说你在赛道上遇到了一些突发的情况，或者是你觉得赛车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然后你可以随时场外援助，这个意思。这个汉斯它要怎么跟它结合？就比如汉斯是戴在这儿，然后你把头盔戴上去之后，像汉斯上这有2个连接点，这2个连接点，它等一下是固定在这个地方，它是跟头盔固定在一起。现在就不戴，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样就装上去了，所以等一下戴上去的话就是这样，人就在这里，然后安全带呢就从这2边给绑住，然后你整个人的话在赛车上是一点都动不了，就转头都很难，就只能一直很固定。但这样呢就会很保证车手的安全。所以开赛车的话，这些防护的东西还是很有必要做好的，它会在很关键时刻救下你的命，或者是保护车手的生命安全，我也很实诚。然后这样呢，大部分就是所有装备的一个所有的东西了，应该没有漏下了任何东西。头盔、HANS、手套、赛车服、头套、鞋、防火内衣。好了，这就是一个车手所需要的所有东西，给大家介绍完了，是不是很复杂？就是它每一个东西都是缺一不可，就是它每一个东西它都是有它在开赛车比赛练习的时候，它会发挥到它最大的作用，就不是说是花瓶，就不是说为了好看你才去买这个东西，就是它每个东西都是能够帮助到你的。对。今天这个车呢，不是我比赛用的车，比赛用的车还是那个才叫房车。这个东西叫方程式，它跟那个不是一样的车。但我今天为什么第一节我先开这个车？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开这个，因为这个车的速度会比那个更快更好玩。因为要离开厦门了，所以临走之前最后再开一节这个方程式，然后后面再开那个房车，为比赛做练习做打算，就开一节这个。就当是玩吧。还有2分钟，还有2分钟，紧张吗？就是他紧张。565，是50的。本来一开始我感觉都跑不进，一直在57。一起来看看速度对比。一起来看看最快速度。
有点累啊。弯道都可以，86还不错，86，但因为后面那几圈因为太极限了，我都是用劲去踩。我感觉1号弯130了已经，怎么130了？他这个。进了2回，2回。刚来了个终极死逼，结果手都打飞了。Time goes by and yet I wonder, are you and me still the same? Are you still loving the game? I know I don't. You cast your spell and now we're under. I know the laughter and the pain. Will I ever love again? I don't know if I can take it anymore. So I stay here and hold my heart when you walk out the door. 哇，13分不容易啊！ Promise to myself and everything. 后面几圈掌握到那个高速弯的一个小节奏就好。我发现我后面几圈我是那高速弯就要靠右嘛，然后我后面就不上那个，因为我之前都会摸一下那个路。因为我发现这个车它跟那方向是不一样，你稍微摸一下路肩再回来的时候，它整个车身动态会弹跳的多。很乱，然后你这个时候刹车很容易就会死。所以我后面的话是可能松一下油，往右切，我再给全多摸那个。跟最后那10圈那个节奏还可以。你甩的时候，这个油箱的油会轰，它的现在油比较少，我刚看你开下来才剩下13升，这就是你我的那种，对，完整度70%。经过十大马这么昨天来说，我觉得正赛节奏已经非常练，不是你还有几天可以锻炼。其实我说，不用练了 ，OK 够了 ，OK 了。昨天练到最后一节，我觉得这个节奏是，只要你正赛能稳住这个节奏，都基本上第一。你会第一了。今天是正赛的最后一次练习，今天突破了自我，平时只能开04，今天可以开到03。然后我的教练跟我说，如果正赛也是这个速度的话，就可以拿第一。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安慰我，或者是在骗我，所以我们就正赛见吧，看待。再见。给我。